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决定，凡是没有法律依据或者未经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要一律性地整合。会议决定，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未经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一律取消。那么这一条规定呢，是针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非常繁多的附加费而定的。那么可能有很多观众朋友不知道附加费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说这条规定对国计民生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到底什么是附加费呢？咱们在说清这个概念之前呢，咱先给大家介绍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两种收费，一个是水费，一个是电费。有人说交水费交电费，那就是因为我用了水用了电，我是买水买电的，支付它的价格，那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因为在水费和电费里边就有非常多的附加费。咱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北京市海淀区的陈大爷把2007年以来的水电费缴费单都整齐地收藏了起来，可从来没有注意到里面还有附加费这一项。陈大爷把最新的一张水费单拿出来详细一看，才发现除自来水费外，果真还有两项附加费，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这样一算，陈大爷才发现自己80元的水费里有一半多都是交的附加费。再一看电费的缴费单，上面并没有显示任何附加费的信息，那么电费中是不是就没有附加费了呢？事实上，在一张张居民水电缴费单里，均含有多项附加的费用，每一吨水价里有公共事业附加费、排污费、水资源费等附加费，而每一度电价里至少包括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农网还贷资金、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费5种附加费，占电价的5%左右。如果不看这段视频，可能大多数观众朋友都不知道我们交的水费电费里边还有这么多文章。可能有的朋友就很不理解，说我用电怎么还要交国家重大水利建设基金呢？其实这项基金呢，它的源头在于呢1992年开始征收的三峡工程建设基金，这不是既和水利又跟电力有关吗？但是到了2009年呢，这个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就已经停止征收了，因为过了这么多年，三峡已经建了，盈利能力也上来了，不需要再收这钱了。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变成了国家重大水利建设基金，就说你一度电你交这钱里边，每度电里有7厘钱收走了。那么像这样的附加费远远不止刚才我们说的水费电费里边那些附加费。你像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比方说这个燃油附加费，有一段时间呢油的价格上涨了，咱们很多朋友无论是坐客车呀、坐公交车还是打车打的，这司机可能都格外向你多收点钱，叫燃油附加费。所以像这样的燃油附加费，它收的就不合理。随着国内油价在今年11月中旬实现8连跌，降至4年半以来最低点，一些城市取消或调低了出租车燃油附加费，但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出租车燃油附加费却仍然在收。其实公众对于油价附加费早已存在质疑。早在1994年1月，海南省宣布全省高速不再设卡收费，并在全国开始率先征收燃油附加费。附加费中包括公路养路费、通行费和公路运输管理费3种费用。燃油附加费被纳入油价当中。对此，一些消费者表示，对油价统一加收附加费意味着机动车不上高速也要交钱。2008年12月19日，海南省宣布取消执行了15年的燃油附加费，改为征收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2010年，深圳市建立燃油联动机制，规定燃油附加费将随着油价的波动而波动，而且
这项规定中还明确表示，燃油附加费调价不再举行听证会。这个不经过听证的燃油联动机制，其程序是否合理，曾引来公众的广泛热议。而相比于深圳，一些城市则干脆搭便车，直接开征客运燃油附加费，既没有制定燃油联动机制，也没有调价听证程序。你再比方说，咱们诟病了多少年的机场建设费，有的就是交50块钱，还有的加上这个出国的什么旅游发展基金，还得再多交20。咱们坐飞机，你是交了机票的钱了，那么他飞机场这些基本建设是他应该提供的。就像我们说这个有人开饭店，你开饭店你连锅碗瓢盆你都不买，你算什么饭店呢？咱们来吃，你交的菜钱饭钱，我还得把锅碗瓢盆钱给你吗？你再比方说咱们看电影，假如说现在一张票50块钱，这50块钱的5%就叫国家电影发展基金，也就是说你50块钱电影票有2块50被直接收走了。我刚才说这些呢，大家长久以来议论的一些附加费呢，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无论合理不合理，在收取过程当中都需要做到依法来收。那咱们下面再看看这么长时间以来有哪些大家诟病的这些附加费。据新华社记者了解，目前全国性广泛收取的各类民生资源附加费不下20种，渗透到了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比如有的电业局向用户收取电费时附加线路维护费，有的地方办网吧要缴纳30万元诚信守法及产业发展基金，有的只是几十年前的一纸文件，就走过春夏，走过冬秋，走了半个多世纪，这个费用还在收，实在是不透明。另一方面呢，这样一个巨大的筐，什么都往里装，各种各样的名目，有的打着要为某些工程捐款的名义，可是到最后工程早都竣工了，这个费用照收不误。这个巨大的款项去处也的确不明白，程序不清楚，去处不明白，这样的费用实在是收得不合理。为落实国务院相关要求，财政部官网近日已向社会具体公布了200多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下一步，我国将清理规范包括民生资源附加费在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根据部署，实施上述相关措施后，每年将减轻个人和企业负担，总计达400多亿元。那么现在呢，咱们回过头来呢，应该给大家解释解释，说这附加费里边有这么多这个不合理的，那为什么还要收呢？是不是这附加费就不该收？因为长久以来大家都听到有个词儿叫费改税，说你这个收费呀，你这各方面依据不充分，但是变成税了就对了。因为收这个附加费呢，本身它既不是市场的手段，它也不是税收手段。那么说附加费是干嘛用的呢？它其实有它的合理性，它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延续过来的。就是那个时候呢，国家呢对很多商品的价格是固定，比方说一些资源像煤炭呢、油这些价格是固定的。但是随着市场化的运营之后呢，你发现呢这些价格不合理，造成运营企业亏损。那么这个时候政府呢在原有的价格里头呢加入附加费，一方面呢是补贴运营的企业，不要让它亏损，因为这些都涉及国计民生。另外一方面呢，再收取费用呢，完成政府一些公共设施的建设。你像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比方说水费、电费里的公共基础建设费用，包括教育附加费，都是着眼于国计民生，这是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老百姓这儿拿也用到老百姓身上，它是对国家财政的一种有益的补充，所以这是附加费征收的一个初衷。可是问题是呢，收着收着，但有的附加费呢就偏离了初衷了。那么说这个附加费征收过程当中有哪些弊病呢？咱们可以给大家结合具体的费用梳理一下。你像头一个弊病是呢，就是都已经过时了还在接着收，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很多的高速公路，明明收费还贷的年限到了还在继续收钱，这一点是大家诟病比较多的。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过了的他还收，还有的是呢把范围逐渐扩大了。你像这城市公共建设附加费这一块，原来本来是国家规定只能在城市里收，像县城和乡一律不收，因为收上这钱用来干嘛呢？改善城市的公共设施。可是到后来呢，县乡50年左右全开始收了，所以它收费范围是越来越扩大，而扩大过程当中呢，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根据。第三个呢，是这个附加费的管理，就收上之后这附加费用到哪儿去了？当然大多数呢是进了公共财政收入，可是有的呢以补贴和结算差价的方式呢给了企业了。再有一点呢，附加费征收的弊病呢，还有一个它成了涨价一个很好的理由。你看咱们一说水费电费涨价，涉及国计民生基本的东西，那必须得是有听证会的。真有听证会，你为啥要涨？你得说出道理来。比方说这水价我要涨了，我不说水价涨，因为水里头它还包括像水资源费、排污费这样的附加费。我把排污费涨，排污费涨了，这个在一定程度来讲可以不通过听证会。说我排污费原先有2块，我涨到3块，就等于水价其实涨了1块钱，所以它成了个调价的一个捷径，可以绕开听证会。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就说于法无据。所以就是附加费的征收过程当中啊，出现的种种乱象。你看这些年来呢，咱们的政府呢，在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这块，每年都会取消大批的项目。但是咱说实在的，最顽固的往往就是附着于资源上的附加费，因为这个附加费的数量特别庞大。可能我们有些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说看你前面说那水电的附加费，那也没多少钱呢，一度电里就7厘钱，还不到1分呢，有的是收1分，有的收2分，多也不过就3分5分的。咱老百姓过日子谁还能在乎那点儿？你可别说这话。咱们平常有的人经常做这个梦，说中国13亿人，一人给我1毛钱，我就有1亿3千万块钱。附加费道理也是这样，你就咱们刚才说这个，仅仅是这个电费上，一年光电费的附加费，2013年有个统计，全国电费里的附加费收上来2100多个亿。当然这里包括工业用电、单位用电，就咱们居民用电这块，一年的电里头的附加费270个亿，这可不是个小数啊！这钱收上来怎么花了？花到哪儿去了？你想咱作为公民能不管这个事儿吗？这多大一笔钱呢？咱就必须得清楚这钱是怎么花的，为什么要收。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收附加费是不合理的，所以呢有的人就问说，这个既然中央有这个政策了，那下次什么水电部门再向我收这钱，我给不给啊？这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也规定了，就说我们有这样的这个权利，如果他的收费不合理，于法无据，我就可以不交。但是咱们说，为什么这事儿在国务院往下推，自上而下呢？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呢？他让你交，你说我就不交，不交行，给你断水断电，你能受了吗？所以如果在权力层面上不把这些弊端清理掉，光说清理这附加费是很难做到的。前2天有这么一件事嘛，咱们很多朋友可能通过媒体都了解到，就11月2号在河南鹤壁市下边一个这个就是电力所所长带着员工有6个人到卡拉 OK 唱歌喝酒，喝就喝大了，喝多了，到后来变成乱点酒，点完了告诉给各包厢都送，免费都。那人家的老板当然就不干了啊！最后这几个人一听怎么着，我让你送洋酒你不送，给我砸耍酒疯，反正这地方一通砸。这老板一看，行了，你免单吧，就不要钱了。结果这会儿还来劲了，借着酒劲儿啊，免单就完了，电掐了，你们指什么挣钱？中间真有一个工作人员给这个电力所打电话啊，这一带是工程维修，赶紧给我断电，咔嚓就断了。这一断的不是这一家卡拉 OK 啊，周边那么多商家呢都跟着说损失。你这个事儿影响多恶劣！当然，这属于个别行为、极端行为，政府会严肃处理的。所以我说，如果在这个权力这个角度，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把权力装进制度笼子，那么眼下国务院发出了这样的通知，下边应该怎么执行呢？我觉得有些配套设施必须给上。首先一个，既然说没有法律依据的，就都不能征收。那好，现在我们要清理一下哪些有法律依据，哪些没法律依据。现有的这些附加费征收，教育附加费是根据教育法规定出来，
剩下的你像排污那个是根据水资源管理的一些条例。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法律依据的，你说全取缔不现实，因为确实有的附加费征收是有必要的，但是真就没有法律依据，那怎么办呢？抓紧时间立法，法治中国要把这些呢都送到法治的轨道里头集中去管理。应该马上，比方有的费用该征收，但是于法不据，赶紧立法来补充。那么这个过程这个环节谁来办呢？这是应该由人大组织各个专家来研究，原来哪些附加费有征收必要，没有征收必要的一律取缔。它要有一个细密的整理、分析、调研的过程。另外一点，谁来收？收完了怎么管理？必须都有清晰的收支两账线的管理，都去哪儿了，让大家能够弄得清清楚楚。再一个，凡是企业收的一律取消，或者不由起律来生，因为企业收的话，它是企业行为，这里有租赁行为，而是企业收这个，最后收缴上去的是老百姓来交，名不正言不顺。因为我们的宪法规定呢，凡是涉及老百姓财产的问题，一定要走司法程序。立法本身是走司法程序，在执法过程当中，只有政府有这样的资格去执法，企业它是没有执法这个资格的。所以说，如果你这些层面的东西能够像我刚才说这样能够立起来，清理这些附加费，肯定最后效果理想。所以我觉得呢，现在呢这个清理附加费这方面，它其实是8届18大的4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一种行政理念的延续，也是落实。这个落实呢，国务院已经发出了这个通知，那需要基层赶紧就配合上。我认为这个事情啊，对我们现在社会建设特别必要。眼下这个法治中国，其实就是希望通过用法律的方式来把政府的威信呢，能够更好的确立起来。附加费的征收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咱们也得必须清楚知道我们的钱它干嘛了，给我们提供一笔透明的账，不能是糊涂账。把我们钱收上去了，你到底花在哪儿了？你收的合理不合理啊？过了一段时间，是不是这个费不该收了？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这费如果要改成税的话，它的合理性在哪儿呢？因为李克强总理就提到了，该归市场的归市场，该归社会的归社会，要给一笔公平透明的账，让我们知道钱怎么收的，收的合理不合理，花到哪儿去了。中国深圳有那么一家企业，在世界通讯器材制造这个行当里排名第2，仅排在爱立信之下，爱立信是第1，它第2。这企业是谁？那就是深圳华为公司。这华为公司生产的产品呢，咱们几乎每天都要接触到，你只要打电话用手机基本上都跟它的产品有关。那么这家公司啊，表面上看起来挺低调没有什么大张旗鼓的这个宣传呢，闹出那么些事儿。可是隔三差五的呢，你在新闻上总能见到它。这不最近有一个事儿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注意，就华为公司口头传达了一个精神。说什么叫口头传达呢？就是说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你找也找不着这个形成文字的是什么就一级一级口头传达，要求下边的员工要签一个协议。与其说协议，其实就是个申请书。申请什么呢？说我要作为跟企业一起成长的奋斗者，我要申请取消我的带薪休年假和非指令性加班费这2项。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带薪年假大家都知道，就是每年呢，咱们比方说咱们有工龄限制，说你是工作满1年了，还没到10年呢，那么1年呢有5天的年假，要10年到20年呢有10天，20年以上呢休15天，这是按工龄来的。华为呢也不例外，也有这个，这叫带薪年假。非指令性加班费是什么呢？就说不是说领导批准你你今天加班，平常你自个儿在那加班，这个我放弃领加班费，就我多干多少白干。签这么一个协议，你乍一听觉得这有点太霸道了吧？这不是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吗？公然违背劳动法吗？而且华为公司还把这个美其名曰你要签了这个申请书，你递上去了，你算奋斗者。如果你没签，说我要享受带薪年假，我要这个这加班费我也要，这也可以。但是呢，你这些人呢叫劳动者。
奋斗者和劳动者，你选择你是选奋斗者呢，还是选劳动者呢？最后大家发现，无一例外的，好像没有人敢签自己是劳动者的，都申请自己成为奋斗者，因为公司说了，你这个不签可以，没问题，咱自由。但是呢，如果你要成为劳动者，不是奋斗者的话，你要享受年假、享受加班费的话，那可能在将来晋级呀、分红啊、股票利润上啊，你可能受点影响。咱们觉得叫不怕谁偷，就怕谁惦记。就像咱们经常说这个事儿啊，反正你不干也行，但是呢，你自己承担后果。又好比咱们到医院看病，比方说这两样药，这个死贵的，这个便宜。下午说这便宜的药也好使，但是反正不如那贵，那贵的吧，哎呀，反正对你病有利。大夫一这么说，你下来这就是我选那贵的吧。华为这个让你签奋斗者和劳动者，就这个意思，它隐含着一种威胁。有人说，那这明显违背劳动法的，那员工不得闹翻天呢？是闹了，在哪儿闹？在网络上骂了一通，发泄一通。现实当中该签你还得签，都递交，我是奋斗者，我是奋斗者啊，这个来。那么说这个引起这么大怨恨，是不是得相关部门重视？可是我们发现，媒体在跟华为的员工接触时，居然大多数员工非常支持这个，在网络上骂娘的比较少，大多数员工支持，认为这个内容下的对。那么说这里头有什么事儿吗？这个华为啊，这些年呢，违背劳动法的事儿还真就干了不少，但是人家弄得巧，给规避开来。1997年的时候呢，华为就要求自己的营销部的员工全部集体辞职，然后重新再聘。当时华为的老总任正非就说了，说一个企业如果是死水一潭，没活力不行，必须让他们动起来。你得有竞争关系，你总是这个上边那上边不行，重新辞职，再来个竞聘上岗。在2007年的时候，劳动合同法颁布的时候，那不是有规定吗？你工作了多少年之后得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华为玩了一招，拿出10个亿，让所有7000名员工都下岗，重新竞聘再上岗，就等于以前的合同作废。这一下子赶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前呢，把原来的障碍都扫清了，不负担这部分了。所以很多人当时管这个事儿叫辞职门，就说华为有意识的在规避劳动合同法。但你必须得承认，这种办法还真就好使，就不用再签无固定期限合同，因为你都是从头开始签的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说中国这劳动合同法执行不下去，没有那个土壤，找工作都难找，尤其是干反抗单位的，而且各个企业都拼命压低成本的。所以说华为现在干这个事儿，依然是在规避劳动法，规避劳动合同法。可是奇怪的是，为什么它里边这么多员工支持呢？仅仅是害怕吗？他的员工不是没有见识，有些员工说了，说你看休假和你该给我的奖金分红，这都是我该得的。现在呢，你华为呢把这两个东西都抢走了，然后问我你要哪个？因为这不合理啊。所以很多人一开始对这个事挺抵触的，可是为什么我们看最后都签了，而且一调查确确实实他里边员工大多数支持这个，这是因为华为的老总任正非说过一句话，说我们的企业鼓励大家都成为雷锋，但是我们的上层决心让所有的雷锋都不吃亏，还得占便宜。他不说吗？跟将来的什么股票啊、什么分红挂钩，确实不讲。因为华为集团呢，他的股权呢，任正非自己就是这一把手只占 1.42%。剩下那个 98.58% 都归华为全体员工所有。来的员工呢，头一年反正你工作辛苦是辛苦，总加班，但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头一年也能保证你综合收入到10万块钱。工作满3年了，你就可以有资格购买华为的股票，钱不够不要紧，华为可以进银行贷款给你解决。你在这干的年头越长，越是把自己的前途跟公司前途捆绑在一块儿，你得到的分红从股票上得到的利润越多。所以一些华为老员工呢，工资只是个生活费，
那个股票分红占了大头，所以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命运跟这个企业捆到一块儿，这是华为多数员工愿意选择的，得着实惠了吗？而且任正非老板对大家也确实不错，你看各种各样的这个股票分红什么的，大家都没少得。所以在这时候放弃带薪年假，放弃加班费，不少人愿意这么选择。包括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华为来，都是这加班成了家常便饭了。为什么呢？一方面呢是工作确实干不完，到下班的时候干不完；另外一方面，大伙都加班，你说你不干，这就跟大伙都学习，你说你不学习啊？大伙都怎么着，你不怎么着，一点就不合群了。所以在华为呢，加班成了一种日常氛围，而且华为鼓励加班，一天8小时，你当然1分钟不能少，你到点打卡怎么都不能少。下班以后，如果你加班到晚上8点半，就可以领一份免费的夜宵。而且华为鼓励加班，一天8小时，你当然1分钟不能少，你到点打卡怎么都不能少。下班以后，如果你加班到晚上8点半，就可以领一份免费的夜宵。而且你加班到8点半到后半夜12点半这个期间，免费的班车一排排在那等着，送你回去，你随时都有车坐。到后半夜也不要紧，还可以打内部电话叫车，这车也是免费的，送你回去。所以就华为它有这么一种文化，鼓励大家去加班。最开始华为创业那时候1988年嘛，开始那事儿，每天晚上啊，员工这个桌子底下都有个垫子，就加班到晚上不回去，就在这睡觉。现在当然没这么夸张了，可是每到中午的时候，这个办公区都熄灯，然后呢从床底下拉出垫子，大家一躺午睡，这成华为一道风景。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干劲之下呢，华为现在一年的产值1491个亿，净利润183个亿，干到世界这个爱立信之下世界第2的通讯器材制造商。那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就是你看华为违背了劳动法，违背了劳动合同法，或者采用规避的方式，可是现在华为发展呢势力很大，连这个外国的不少跨国公司都说华为崛起从低端开始干，你看那工资什么各方面也低，一劲往上窜，到最后现在成了世界第2制造商，这成了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有这样企业。那么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咱们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当然做这么大的不多，可是采用类似模式的企业非常多。这也等于给大家从侧面揭示了一个原因，就是我们30年改革开放，我们靠什么发展成现在世界 GDP 第2？起码华为这种打法就是我们发展起来一个原因，什么呢？有人总说中国发展起来，因为咱劳动力价格低，那么多这个人口嘛，人口红利嘛，年轻人多。人口红利这一方面，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员工还有低福利的红利。什么意思呢？就是创业阶段或者说到达一定阶段，我们的员工比较少的从企业那里争取到自己该得的福利，而企业应该给员工的福利没有给，那么这部分转化成了一种企业积累，转化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红利。就说我们改革开放30年，不少企业获得了腾飞，靠的是什么？其中就有一部分靠的是这种低福利优势。或者直接说，就是一些员工的人权没有完全得到保证，那么这部分红利被企业拿走。有人说，你说那也不对呀，那华为最后给大伙股票分红了，那不等于还过来了吗？大错特错。为什么呢？你开始就给员工福利，那要记住你创业时候一开始的成本，你最后分红了给大家了，那么这么长时间这个成本延迟到这时候支付，你企业捡了多大便宜？就单纯从银行利息角度，你捡多大便宜？所以说我们吃这个低福利优势吃了30多年，好多企业都这么干了。不仅仅是说华为这是私企，咱不说了，就是国企，好多时候也没有给员工相应的福利。那么这个优势可不是说是你看着说好像没给工资，那能多少钱？那可不是小数。加班费呢得多少钱？现在让你放弃这个加班费，为什么他要签这个说是申请书？我要当奋斗者，放弃带薪年假，放弃加班费。
到最后上头来考察，你们是不是按照劳动法呀给员工福利啊？说我们有，这员工主动放弃了。你看你主动放弃，有钱咱买乐意，他们就规避了劳动法了吗？所以说这方面的优势非常大。它大到什么程度呢？有人统计过，欧洲的这种通信器材公司啊，一般一年员工工作多少个小时呢？加一起大概是1400个小时左右。华为的员工一年平均工作多少小时？2750个小时，几乎是欧洲企业的1倍。那么作为研发经费来讲，人均研发经费，华为的人均研发经费一年是2.5万美元，就是用到研发上的经费一个人人均。欧洲的企业平均人均经费一个人得12万美金到15万美金，这又差了多少？7、8倍，这是。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看，咱们这边人的低福利在一定程度都转化成了企业发展的这种动力和红利。所以你说有这些人不要福利的这么玩命干，这个企业能不发展起来吗？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以前我在节目当中说过的，这个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干不过目前中国这种打法。因为什么呢？比方说我们跟欧洲跟美国的企业比，他有先进技术，咱买过来，咱学过来，能学，管理模式先进，咱能学。可是欧洲和美国企业学不了中国，怎么学不了呢？他学不了中国这种就给工人这些福利，工人还能玩命干活，他可学不了。美国人、欧洲人有的福利意识，你给我少了我不干，这是我得要我的带薪年假。你看现在有不少公司用海归的就麻烦，说不如用本土员工。本土员工呢，我不让你休假你就别休假，我让你加班你加班。可是欧美一些海归回来，哎呦，我要到地中海休假，我要怎么着，这公司就很挠头。毫无疑问，作为每一个员工来讲，这样保障了他权利。可是作为公司来讲，要用你的时候用不上你，这对公司来说就是损失。而我们大多数企业不存在这问题，公司让你怎么着，企业让你怎么着，你就得怎么干。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30年获得飞速进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低福利优势。这一点也是让欧美各国家羡慕不已，但又做不到的。为什么呢？人家一个员工本身维权能力很强，懂法。第二个，人家有强大的工会，工会一组织这个跟老板谈判。你看 NBA 就是嘛，有球员工会跟老板谈判，你不答应我条件，咱就黄了，咱就别干，两败俱伤。这样工会呢有强大的这种议价能力，讨要福利的能力。所以温家宝总理那年讲到，就是中国呀，要这个员工他的工资要提高，必须建立一种呢跟这个资方长期谈判的这样一个机制。可是这个话呀切中了要害，但是执行起来很难。咱们的员工第一个不敢谈，你说老板多强势不敢谈，第二不会谈，有些没有基本技术，所以要依赖工会来替员工伸张正义。可是咱这工会太软，完全使不到作用。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看欧美那些国家工会那可是相当硬气。你看我们看国外好多，咱们都知道美国什么那几个汽车公司怎么黄的，员工福利太高，你降一点都不行，最后把企业反过来给逼黄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在我们有的人看站在工人立场，有的站在企业立场上，其实我倒觉得一个国家它发展到不同的时段，它会有相应不同的诉求。眼下中国目前这个发展时段呢，还真没到那种高福利、高人权保障工人基本资格的时候。所以有人说劳动合同法呢不符合现在中国国情，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咱们现在呢，对于工人来讲，多挣俩钱是最重要的。你比方有的地方说工人加班太多了，超过8小时了，违背劳动法了。你问工人自个儿，他愿意加班，为啥？多加班我多挣点，我现在需要钱呢。而对于企业来讲呢，让工人多干点活，他们不也是整个效益能往上涨吗？那么说要把这部分补贴给工人呢，这个企业就很难活。现在，所以金融危机到来之后，咱们看东南沿海很多私企活不下去了。劳动合同法执行之后，有些企业明明在中国往外搬，赶紧回去了，不在这待着了。这都说明问题。但是我们说这个事儿，不等于我们蔑视工人的权利。眼下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劳动合同法保护工人的权益和保护企业权益之间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有不少人说劳动合同法颁布早了，这一颁布弄得很多企业没法干了。我倒觉得眼下呢，
我们急切要做到的是，政府必须要努力转变经营的结构，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这个方式扭转过来了，才使原来那种血汗工厂啊、劳动密集型工厂啊，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所以这点来看，我觉得我们政府在这方面进展的非常缓慢。其实发展到现在中国这个高度，劳动合同法是完全应该坚定不移的推行的，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的。可是为什么一推行下去遭到土壤上面的反弹呢？就是我们相应的体制改革根本就没有跟上。你看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华为公司里边的员工一个个加班，最后股票有分红，这个对好多人来说吸引力是很大的。那么呢，有些员工说从来我们就没有过带薪年假，那对于没有过的东西让我们说失去，那失去就失去了，就说明我们员工他的权利意识也非常淡漠。为什么他权利意识淡漠？长久以来我们相应这方面的宣传做得非常不到位。那么这个事情有人听我说完这个说，那你不对，人家任正非任老板只占 1.42% 股份，还不是为了华为整体的好，为了给员工造福吗？员工占的股份大呀。我说到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就好像我们探讨民主跟专制有皇上和没皇上的区别一样。这个社会要想效率高，你记住，民主不是最好的形式。民主大家的争论呢，你这么干，他那么干，他这么干那么干，争论的时间咱用来干活，效率一下就上去了。所以说民主并不是一种高效率方式。效率高是什么方式？上边要是正确决策，决策对了的话，一竿子插到底，大伙都干，你看这效率保证高。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样能保证上边的决策始终是对的，这个太难。所以说民主跟专制之间一个很大区别，民主是保护底线的。你比方说任正非是个好老板，一心为了华为发展，那么他这个决策不经过什么民主，不经过员工探讨，不要工会，一竿子插到底执行，那肯定对华为有好处。可是问题，任正非如果要做一个昏庸的决定呢，也没有监督呢，一竿子插到底呢，那很可能结果就是坏的。而且你赶上任正非这样不错的老板了，这是员工的福分。那如果这个老板我有钱就往自个儿兜里搂，员工的福利我也拿上去归我自个儿呢，那么员工的权益不会得到粗暴的侵犯吗？所以我们必须得有一个机制，你怎么就能保证这老板是好的？你很难100%保证。所以必须要通过民主的形式来约束具有公权力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得有一个机制，你怎么就能保证这老板是好的？你很难100%保证。所以必须要通过民主的形式来约束具有公权力的人。所以这个是民主跟专制之间一个根本关系。民主是最不坏的，它保个底线，它不是最好的，效率最高的。效率最高就我刚才说那个一竿子插到底，可是你怎么能保证这个效率最高的执行者不受监督的人他始终正确呢？始终为老百姓想呢？你难以保证。所以民主是要先干这个的。所以我说华为这个事件应该说给大家带来的思索很多，就是我刚才总结这几点。第一个，中国的工会总体来看比较软，根本不能切实保证员工的合法权益，无论是国企的私企的都存在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华为员工集体的签这个当奋斗者，说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这个积累靠什么积累起来的？除了我们开放学人家先进技术，很重要一点，我们有人口红利之外，还有低福利红利，就大家该老百姓得的咱没得。最后一个，我想华为今天发展的很不错很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造化。任正非1988年上台，到现在领着大伙干到这程度，我们可以把任正非叫的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老板啊，不错一个领头者。但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机制保证这样的人始终能这样呢？始终能有正确的决策，始终能为员工的利益着想呢？我们很难。比方说最近任正非有消息说他就要把权力交给自个儿儿子任平，他是这样，他儿子是不是这样呢？那么这种权力的更替方式是不是符合企业真正的发展呢？所以我想华为签奋斗者还是劳动者，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非常有琢磨头。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